大家好啊！这两天啊，我们这边的海滩上啊，人逐渐的也少了，因为呢，今天已经是9月份了嘛，欧洲的朋友们的这个假期呢，都已经差不多结束了，他们又要返回工作岗位，所以海滩这边呢人就少了，除了长期在这边度假的一些人和一些本地人啊。我个人呢，我也是还是喜欢人少一点，安静一点，是吧？今天呢，想谈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台湾的蒋万安啊，台北市的市长，他来这个上海啊，参加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啊这个事情。那么这个台湾这个台北市和上海市的这个双城论坛呢，应该是之前啊就是留下来的一些政治遗产。那我个人为什么就是要谈论这个事情呢？因为我发现啊，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台湾的一些媒体记者在上海的那个城隍庙啊，他去问一下那个路人，他说你们知道台湾的那个蒋万安吗？那路人大多数都说我们不知道。那这个记者又问你们知道那个马英九吗？那个路人就说我知道。所以呢，我也想说一下这个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呢，我是知道蒋万安先生的开个玩笑，应该也有很多人都知道啊。之前呢，就是了解这个蒋万安先生的时候呢，他还正在参加台北市的这个市长的选举反正当时也吃了一个有关他家族身世的一个瓜后来就没有怎么看下去了。那么这一次呢，他的就是来上海的参加的这个活动的这些密集的行程他讲的那些话，都给我就是留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印象。他除了参加了论坛打了篮球，去城隍庙逛了夜市，骑着共享单车就是参观了一些城市的风貌，还去了一个什么港和一个什么给那个就是一些老百姓经济适用房吧，应该是这样的一些项目。作为2天的行程来讲呢，应该是挺密集的我看他这个人还是有一些觉得憔悴的。那当然了，就是作为地主之谊这个肯定是尽量想向他展示一下一些好的，对吧？这个可以理解的。我觉得他说的一些话呢也特别的中肯，特别的实在。他呢也是避开了所有的一些非常尖锐的一些不合时宜的一些内容他说的呢，主要呢就是两岸呢要稳定，要和平，要繁荣。其实统一起来就是不对抗把经济搞好，对吧？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我们作为那个普通的一些老百姓我觉得大多数人都是这么想的就像我昨天的一些视频里面我也说了，大家期盼的都是工作的工资高一点
生活的福利再好一点，啊，烦恼的事情、烦心的事情少一点，是吧？并不是每一个人啊都是政治家啊，每天就是搞这些事情。然后呢，他还说啊，他说上海啊，他说很有 feel 啊，跟台北一样啊，他说很有 feel 啊，这个我觉得说的非常的好。一方面呢，他自己也是一个台北市的市长，是吧？他这么一说啊，他既肯定了他自己啊，然后呢，他也就是肯定了上海啊，所以说话方面啊，非常的聪明啊，但是呢，他又不是那些陈腔滥调啊，也不是那些不切实际的一些东西。就像他自己说的一样，他跑去上海呢，他就是啊，希望拉近啊两个城市之间的啊这个友好，对吧？因为两岸关系，他现在说了，肯定啊人不在其位啊，那他也没有这个能力吧。所以呢，他说的也就是非常在他能力范围里面的事情。我一看之后啊，我就突然觉得啊，因为我看了一下他的简历，他应该是美国的宾夕法尼亚什么大学的学法律的啊。我一下对学法律的人，我就感觉上我就加分了啊，因为我觉得这说话的逻辑啊，这个那种感觉，好像之前奥巴马啊也是学法律的，对吧？我看台湾有些媒体呢，把他说成啊，说那个就负面的吧，说他是啊小马英九啊，说他大家害怕啊，把投票投给了马英九，当时看马英九长得帅啊，然后投票给了他，结果呢啊马英九让大家失望了啊，好像就执政的成绩大家不满意，对吧？其实啊，我作为一个啊，就是大陆人啊，就是我也啊想为马英九先生呢鸣几句不平啊。这个可能啊也是这些年啊，我觉得疫情啊这件事情呢，让我呢成熟了不少啊，包括就是人生嘛，像我现在也过了40啊，就今年刚刚40岁，所以呢，看很多问题呢，又有了啊更深的一些见解。我个人呢，其实挺喜欢马英九先生的啊，我经常啊看他之前的一些到台湾的大学做一些演讲的分享啊，还有就是给一些大陆在台湾的学生回答一些问题啊，他是一个谦和、彬彬有礼的人，文采也很好。他呢，就不仅呢是可以把一些中国的传统的这种典故、文章诗词，经常就是引用西方的一些故事英语还有就是一些西方的一些文化，他也呢时常呢就是把它给引用。所以这一个人应该是一个，我的印象里面是一个非常博学的人。然后呢，他也有一种就是想干大事或者干好事，我觉得为台湾的这些人民吧，取得更多福利的一些想法。所以呢，我觉得他是非常想
就是拉动两岸关系的。至于你说它拉动的好不好或者说别的一些问题呢，最主要的是它确实想为大家呢就是在经济上提高，对吧？因为在当前的这个社会当前的这个时代，你不谈经济你说其他的东西呢，我觉得都是不行的，对吧？尤其就是去年还是今年我忘了就马英九先生呢，他到中国大陆呢，就是进行祭祖还是访问大陆这边呢也是对他其实礼遇有加的，也是很热情的。然后呢，他每访问一天呢，就是台湾的一些媒体一些新闻就有，反正对他就是对他进行一些，我个人觉得有一些鸡蛋里挑骨头吧，是吧？说他一些不好的，可能说他软弱呀，或者说他一些没有特别强硬没有说什么东西我就看着他在这个一些发言的现场里面呢，他很想讲一些对两岸对双方增加就是好的方面的这些话，但是呢他反复的这种斟酌，反复的思考最后我就感觉就他说话就是断断续续，就有些话可能他还是没有说出来。所以其实我也在想这个问题他一个也就60-70岁的人了吧，是吧？有必要就是跑过去要做这些我觉得左右为难的这件事吗？像如果就是跑到这边来度假，哪里去玩玩，不好吗？对不对？就因为年纪也大了嘛，是个老人了，他想的这些东西他还是其实想的是为台湾的这个老百姓吧，我觉得就是经济能变得更好增加更多的这个福利我觉得他是应该是这么想的。因为在当前的这种时代背景下呢，你像今年就是美国来中国的这些高官这些部长有多少了？昨天英国的那个大臣他也接受了一个采访说他还是要考虑跟中国的经济的问题不寻求与中国脱钩。我看到台湾媒体里面也在说这个问题，就是说西方不管是欧盟还是英国还是美国还是澳洲还是像这个日韩，在经济上在一些这个对外的交流上，都是想跟就是中国呢，还是要维持这样的一种状态，或者说寻求一些突破，对吧？因为之前我在昨天视频也说了，之前的疫情就是疫情的时候，反正没有什么实际性的行动，本质上大家你说打打嘴炮也好说大家互相怎么说也好，现在疫情都结束了，大家就是要重新的恢复到更好的生活了。连泰国都把这个他信都赦免了特赦了，对吧？只判他1年要致力搞经济。
你说和这个中国大陆啊紧密相连的这个台湾，还有这么多台商啊在大陆做生意的，对吧？包括我不知道啊，因为我很少在上海买一些台湾的东西啊，就是说实话，上海我也已经有就6、7年、7、8年吧，我都没有回上海，所以我也不太知道那边的一些情况。但我感觉啊，因为我看到那个视频里面就有很多台商嘛，最后就是有一个答谢宴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不少大的知名的啊这个台商啊都在做那个宾客啊，做那个陪伴。所以呢啊，这个一方面就是我觉得马英九先生呢，他其实啊真的有一点，我觉得大家有点说他说的有点过分了，对吧？啊，我认为他还是很了不起的，因为就像奥巴马刚上台的时候，大家都说奥巴马好，然后他快下台了，大家又说他不好了。川普刚上台的时候，那个呼声是多高，对吧？大家都说川普有多好，有多棒。然后呢，大家也看到了啊，川普最后啊又被这个下台了，反正后面也是骂声一片，到底是疫情搞得不好，还是什么东西搞得不好？然后拜登又上，拜登上的时候呢，大家又觉得对他的期望是非常大的啊。现在几年过去了，对吧？川普的民调又开始上来了，然后说各国又开始准备啊，准备就是跟未来川普的这个政府，可能的美国政府就是考虑怎么去谈判了。所以吧，就是有时候你说你对一些现状的不满啊，或者说这一个政治人物他没有做好这件事情，大家对他的期望没有达到大家的期望，你能怪他一个人吗？那你怎么不说你作为一个就是一份子，你怎么不怪你自己呢？对不对？你为什么总是把这个锅让别人帮你去背啊？所以呢，这个蒋万安先生呢，我个人啊，我觉得他的未来的政治的前途啊，还是非常大的啊，说不准啊，他未来就能啊到一个更上一个台阶。因为我也就是看了啊一些就是台湾的一些媒体啊，台湾的一些政治人物的一些发言跟讲话，没有说不好啊。即使是马英九先生啊，我觉得就是毕竟啊，这个他是一个这个时代就过去了啊，我觉得他年纪呢还是太大了。就现在就是我觉得需要一些啊这种看起来朝气蓬勃，看起来啊就是有这种干劲、有活力的啊这样的人，是吧？因为这个蒋万安先生呢，我看他是1978年的嘛，他应该比我也大个5、6岁吧。感觉他说话呢，就还是啊，就非常了解这个世界当下，啊，没有代沟，然后呢也很得体，是吧？我觉得这样就很了不起了，很优秀了。因为我们自己啊，你看像我自己啊，就在站这儿讲这个视频啊，我都觉得我讲话结结巴巴的啊，不流畅，是吧？再看看人家呢，所以呢，我肯定啊会怪我自己，是吧？是我自己啊不努力啊，学习的时候没学好，就惭愧嘛，是吧？还是要多学一点，多努力一点，好吧？我呢就这个事情啊，做一个我自己的一些感受。总之呢，就是我喜欢这个人，我呢也很看好他，好吗？谢谢，再见。